面对台海冲突中的8万解放军登陆台岛，岛内有专家称可以出动8万的机器人对打。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我是虎妞。之前，美国众议院专门对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进行了一场兵棋推演。在这场推演中，虽然解放军被美军击沉了多艘大型战舰，但最终解放军还是有8万人成功登陆台岛。这就意味着台军在与解放军对抗的过程中被全部消灭，这才让解放军如入无人之地般的进入台岛内部。对于这8万的解放军，台当局也很苦恼，该怎么去对付？毕竟这8万的解放军战斗力都要比那些草莓兵要强大，就连装备也更加的先进。而且解放军的人数众多，台军就这么点人，完全不够解放军滚打的。即便是台当局采取抓壮丁的方式，也无法填补这个空缺。如果说真打起来，就以台军的战斗力，根本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那该怎么办呢？岛内有专家现在就想出了对策。按照这位叫做郭台铭的专家所说，既然解放军出动8万士兵登陆台岛，那么台军也可以出动8万的机器人和解放军对抗。8万对8万，数量完全不吃亏。并且岛内现在的特长就是造芯片，而机器人等 AI 产业又离不开芯片，所以台当局可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通过制造大量的机器人来对付解放军。相比较人体，这种机器人作战的时候能够悍不畏死，即便是缺胳膊少腿儿，依旧能够在战场上执行打击任务。相反，人体就不行了，人体一旦受到缺胳膊少腿的伤害，就会严重影响战斗力，甚至是失血过多死亡。如果仅从这一点来看，使用机器人作战确实要比真人作战强得多。况且使用机器人作战能够24小时保持最佳状态，吃饭休息都不用，作战效率大幅提升。士兵的话总有休息累了的时候。但是呢，问题也来了，机器人的确是好，但是这成本就有点高了。机器人要想做到和士兵一样，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作战，需要很强的人工智能，同时处理系统也要足够先进，能够瞬间处理大量的信息并做出相应决策。而这些技术恰好都是现在最烧钱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么先进的技术研究。即便是研究出来了，那制造8万台机器人的成本也绝对是台当局无法承担的。像这种机器人一般都是用来执行排雷这种高危任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用来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而且就算这机器人造出来了，解放军同样有着应对方法，士兵们受到电子干扰可以照样作战，而机器人可不同，这些机器人全都是依靠电子信号来活动的。一旦解放军动用电子战武器，比如说歼16D 一开机，台军这8万台机器人全部变废铁。甚至说反过来被解放军操控过来打台军，反而让解放军的登陆任务变更简单了。可以说这名专家的话完全就是在忽悠，让岛内民众认为只要制造机器人就能对抗解放军了。如果说机器人真的这么有用的话，台当局就不会从美国这里买那么多的飞机大炮了，美军也不会为了未来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而处心积虑在周边开辟部署军事基地，为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美军参与到这场战斗中去。也正是因为这样，岛内有不少的人都认为这位专家是在瞎扯，只是为了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罢了。说不定有8万机器人对抗解放军，就是为了骗取经费，等到时机成熟后直接跑路，哪还管什么解放军？带着这些钱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像这种专家现在岛上可是不少，就像俞北辰，面对解放军的导弹，前有3枚天宫210%拦截率，后有爱国者91%拦截率，等于说解放军100枚导弹只会落下9枚，让大家不用担心，活脱脱一个笑死人不偿命。所以说面对将来的武统台湾，
岛内还是做好准备直接投降的好。毕竟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不做这种无谓的挣扎，绝对会保证台军的生命安全。与其把身家性命都放在这些离谱的各路专家身上，还不如放在自己的手上。到时候面对解放军的又不是这些专家，